家好，我们是蛙家。食材收纳是每个家庭都会碰到的问题，不只要维持食材的新鲜，还要防止各种吃不完的食物串味。今天蛙家要介绍你4款密封保鲜袋，还要教你3个密封袋的实用小妙招，记得看到最后哦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习惯每周到传统市场买肉品，或是到大型卖场把整周食材买回来备料，但是怕肉在来来回回退冰冷冻的过程中失去新鲜的蛙粉们，可以试试这款 Liplock 密保糯觅食袋。这款觅食袋在好事多已经热销多年，由于耐高温到80度，可用于微波解冻。将食材买回来后，可以先替换成 Liplock 觅食袋。如果是分装绞肉等肉类，先把所有买回来的量放进觅食袋中，再利用筷子切分成每餐所需的分量，一次退冰1块，也不会影响到其他肉的新鲜度。或是直接把觅食袋当成料理包，把冰箱当成迷你超市。多煮的咖喱或是意大利面的肉酱，只要在煮完冷却后，先分好每次的用料，想吃时拿出冷冻退冰或是微波，马上又是香喷喷的一餐。如果担心冰冻后的食材因为结晶长得一样，也可以在这个三角处写上种类及购买的日期，这样一来，不论您是买绞肉还是肉丝，都能轻松分辨。写上购买日期，也可以提醒自己哪一包是先买的，哪一包是后买的，吃完了再补货，避免囤积问题。这款就推荐给喜欢把食材一次买齐的蛙粉们，可以利用觅食袋延长食材的保鲜期，还能清楚标示购买日，就不怕食物放到过期没吃完啦。如果是外出时间比较频繁的蛙粉们，推荐您这款 IKEA 员工排名超前的万用好物 ISTART 保鲜袋。不只有6种大大小小的尺寸，还有超多可爱的图样设计，深受小孩子的喜欢。由于它只能耐热到50度，蛙边通常将它当成外出时的水果袋或是早餐分装袋，尺寸有大有小，贴心设计更能依照情境交换使用。如果只是带给小孩的点心零食，可以选择 0.3 或 0.4公升的尺寸，小包装也比较好记录吃了多少量。如果是当做早餐或是水果袋，可以使用1或 1.2公升的中尺寸。有时候像苹果、芭乐等体积较大的水果，或是吐司、三明治等比较长型的早餐，放进去也不用担心保鲜袋不够大，食物会凸出来。另外，它还有3种更大的尺寸 2.5、4.5 及6公升。这3种尺寸，蛙边会拿来收纳旅行用的衣服，或是泳衣等容易弄湿的物品。因为尺寸超大，所以随便折都能放得进收纳袋中。透明的袋子设计可以减少视觉噪音，在行李袋里也是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。重点是换算下来不到3块钱的铜板价，难怪是连店员都爱不释手的推荐好物。接下来这款 OP 生物抗菌立体密封袋有别于前面2款，前面的2款袋底都是属于扁扁的设计。OP 这款除了袋底加宽，可以让物品放进袋中时自然站立外，袋体特别加厚了 30%， 不易扯破。在密封时还特别设计咔啦声响，只要听见咔啦声响，就表示你有密封成功啦。由于它的外形较为特殊，蛙边会用它来收纳小菜或是茶叶蛋等，因为立体的造型，在浸泡茶叶蛋时，更能保证每一颗蛋都有泡在卤汁里。如果平常有吃不完的馒头、吐司等，也可以放到冷冻库保鲜。不过含有馅料的面包就不建议冷冻，还是尽早食用完毕，才不会影响口感哦。如果喜欢让东西自己站立排好的蛙粉们，可以试试这款 OP 立体密封袋，就算放在冰箱里，也不用怕食物东倒西歪。最后这款是蛙边近期的爱用好物，看看这些发黄烂掉的蔬菜叶子，明明买回来才2天，就要变成厨余，造成浪费。有这样困扰的蛙粉们，可以试试这款优细的高效锁鲜蔬果专用袋，可以看出它跟上述款式有明显的差异。优细为了锁鲜，
特别加上了一层机能性薄膜，所以袋子的颜色也不像其他款式这么透明，可以延缓食物纤维老化的速度，保留蔬果清脆的口感。为了符合各种蔬果的收纳，游戏也推出4款大小不同的锁鲜袋。L 款夹链袋可以放入青椒、花椰菜等小型蔬果 ，XL 款夹链袋可以收纳长形的小白菜、空心菜等蔬菜。如果是体积比较大的蔬菜，可以使用立体款。立体款一样也有分 L 跟 XL 款。L 款可以容纳丝瓜、苦瓜等中型瓜菜类 ，XL 款大到可以放进高丽菜、白菜等，每一款都超能装。为了测试它的保鲜程度，蛙边准备2种不同的蔬果。第一个是地瓜叶，蛙边在买回来之后，先把根部的土抖干净，还有叶子上多余的水分也要确实擦干，因为保鲜袋已经有锁水的功能，过多的水分可能造成食物衰老。接着放进夹链袋，并且冰到蔬果室。第二个是番茄，一样在买回来后确实擦干，就可以放进立体袋中了。另外，我们也准备了没有放进锁鲜袋的对照组，一起看看5天后有什么变化吧。哇，过了5天，不论是地瓜叶还是番茄，几乎都跟刚买回来的时候一样。使用锁鲜袋的地瓜叶还是很翠绿，由于锁鲜袋会把水汽锁住，所以把地瓜叶拿出袋中时，有一些湿气是正常的。没有使用锁鲜袋的叶子，明显的长出黄斑，甚至有烂掉、发黑的部分。另外一组的番茄，使用锁鲜袋的还是很鲜红，摸起来甚至像刚买回来一样硬硬的。但没有使用锁鲜袋的番茄，就有一些软软黑黑的地方。使用下来，蛙边很满意。如果家里人口数比较少，食材吃得比较慢，或是买菜时习惯先把菜备齐的家庭们，推荐您这款特别为蔬果设计的锁鲜袋，让您吃得更安心，也更健康。不用怕叶菜类坏掉，要急着全部吃完，也不用担心坏掉后造成浪费食物。介绍完4款密封袋，可能有蛙粉们在意环保或是能否重复利用的问题。其实用完的密封袋都可以洗一洗，晒干后再重复使用。如果觉得放过肉品的袋子油油的，也可以把它当做厨余袋或是装骨头的垃圾袋，减少浪费的问题。接下来蛙边要分享3种密封袋的小妙招，让您的密封袋有更多不同的用途。第一种，自制密封袋。有时候其实密封袋的夹链处没有坏掉，而是下面塑胶袋体的部分有破损或者是划痕。这时先把密封袋夹链封条的地方剪下来，再准备一个塑胶袋，依照物品大小调整封条位置，可以收纳没吃完的食材，一样也是有密封的效果哦。第二种，自制保冷剂，简单利用家中一定会有的菜瓜布或是海绵，加上夹链袋，就可以自制便宜又安全的保冷剂。先将海绵吸饱水后放入夹链袋中，拿到冷冻库冰4到5个小时后，就是一个保冷剂了。不论是出门郊游怕饮料不冰，或是怕买鱼货时天气太热，都可以多加利用哦。第3种，自制冰箱收纳盒。收纳达人们的冰箱真的每一个都好好看，好想跟他们一样，但这些收纳盒一个就要好几百块，要怎么样才可以用最省钱的方式收纳整齐呢？只要利用铜板架的密封袋就可以做到。首先测量想要的底座宽度，在底部折一下，接着在底部的2侧各折一个三角形，折完以后再顺着三角形的边内折一个长条状，最后把袋底撑开，就可以得到一个会站立的密封袋。如果担心会散开，也可以粘上胶带，多一层保护。放进零食收纳，可以让冰箱看起来更整齐。一盒一盒放进不同种类的食品，让自己的冰箱也可以变得像达人的一样。亲爱的蛙粉，也赶快试试吧！以上分享的4款密封袋，每一款都有耐冷、耐热及功能上的差异，有一些适合拿来外出使用，有一些则适合常开火的家。蛙粉们，有看到合适自己的款式吗？选对密封袋，让你的食物再也不会烂烂的，还可以吃得健康又新鲜呢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，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，也能追踪 IG 获得更多灵感哦。最后记得锁定蛙家，每周3更新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